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00后说要整顿职场，他把给客户的飞天茅台换成3块钱一瓶的冰红茶。我约的米其林餐厅被他换成苍蝇馆子。被我训斥后，他还当着员工面扯掉工牌罢工。我爹地从小教育我，不要被虚荣心腐蚀。我接地气怎么了？要真想签合同，还在乎这一顿饭？我深吸口气，抬手呼他一个大逼斗。那你爹地有没有说过，棍棒底下出孝子？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每天上班够烦了，公司不知从哪找了个00后实习生给我当助理，整天举着手机拍段子，恶搞不说，还扬言要整顿职场。来没几天，公司被他搞得乌烟瘴气，就连开会让他准备水果都他妈是红心火龙果。领导们一个个满嘴跟吃了死孩子似的。会议刚结束，总经理顶着大粉唇把我叫过去训了半个小时。跟在我身后的张雅在领导走后噗呲笑出声。我皱眉盯着一身严肃职业装，硬是让她穿成公关小姐模样。你觉得你很幽默？张雅撩了撩有些散乱的头发。周姐，这不能怪我，你光说水果，又没说买什么，我有什么错？没错。我掏出手机，指着挂在热榜视频，00后整顿黑心领导。视频正是张雅偷录发到网上，还配文我们终将成为战胜资本的少年，底下一马色跟风吹捧，整蛊老爸宠粉。不愧是大小姐，威武！看资本大佬拿自己女儿无奈的样子打工人太爽了，下次能不能给父亲上榴莲，徒手都劈不开那种。张雅不光回复 OK， 还将这条评论置顶。你以为你是谁？拿身家过亿的老总炒作，还冒充老总千金，到底长没长脑袋？删掉。张雅面上闪过一丝不自然，又理直气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冒充？我的手机，想发什么发什么，就算我是你的助理，你也没权利管我。我气笑，这货算是没救了，得到一点甜头，演着演着还真以为自己是集团千金了。我不管你想在网上立什么人设，公司开会内容被你发到网上，这属于泄露文件，严重可以告你商业间谍。你是删视频，还是想让公司法务提起诉讼？那条视频在我们说话的时候，点赞量已经破万，因为这段视频关注他的人更是一下增加几千。张雅舍不得，但也怕了，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周姐，我现在就删。见小姑娘态度服软，删除。我硬追着也没理由。如果你有任何不满，可以跟高管提。这种拿公司做噱头，你觉得被我们开除，还有哪个公司敢要你？我以为张雅经过这次至少能消停几天，结果好言难劝该死鬼。张雅为了素材拍段子，把给客户的飞天茅台换成3块钱一瓶的冰红茶。我约的米其林餐厅被他换成苍蝇馆，客户还以为我们给他下马威。饭桌上大气不敢喘一下，转头在业界痛斥我们耍大牌，取消合作。我找总经理要求开除张雅，后者眼皮没抬一下。怎么，你刚入公司没犯过错误？他这么做也是想宣传公司。小姑娘连宣传费都不要，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差大发了。客户订单虽不算大，但从长远角度还是很可观。现在全被这蠢货毁了。如果工作出错，也许还有改正余地。现在是行为问题，好歹是成年人，做事没分寸。我认为总经理一拍桌子，脸上没有任何笑意。管得这么宽，要不这个位置你来做，真巧。
一个公司碰到2个蠢货，我头疼地把张雅叫到办公室，苦口婆心说不听。被我训斥后，他还当着员工面扯掉工牌罢工。别仗着资历老就倚老卖老。我爹地从小教育我，不要被虚荣心腐蚀。我接地气怎么了？要真想签合同，还在乎这一顿饭？我深吸口气，实在忍不了，抬手呼他一个大逼斗。那你爹地有没有说过，棍棒底下出孝子？我这人向来随和，头一次在公司发这么大火，想帮集团千金说好话的人全都噤了声。张雅见孤立无援，顶着略微红肿的脸放软态度。周姐，我向你道歉，是我考虑不周，对我道歉有个屁用。为了让他长记性，我让他拎着礼盒去求被他得罪的领导，到他嘴里又变了一种说辞。上司为了业绩让我去潜规则，有这张嘴来我们公司算是屈才。公司即将召开新品发布会，我没空管他。发布会当天，我融合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脱口秀对产品设计介绍，此视频一出爆红网络，产品直接秒空。没想到当初非主流的是90后，现在引领潮流的还是他们。短短2分钟爆了10多个梗，赔钱，人在医院，下巴笑脱臼。闺蜜打来电话，周，公司有你我太安心了。我跟我爸说，今年给你涨1倍工资，我也很高兴。人生中熬了10天通宵写出的稿子，反响这么好，可惜偏偏有人不想你高兴。我没想到张雅将我说的话断章取义发到网上，开了一宿庆功宴。早上我没被闹铃吵醒，反被电话吵醒。同事提醒，周姐出事了，快看手机。我点进名为某公司实习生疑似被高管威胁抢功劳视频链接。你觉得被我们开除，还有哪个公司敢要你？我说话的声音配上张雅一身洁白连衣裙坐在床上的视频，视频背景是巨型鱼缸，里面游动的海豚似在配合它，还努力冲镜头吐泡泡。明眼人一眼认出是价值8000多亿晚的海洋主题套房。张雅眼眶微红，看上去弱小无助。她面前散落的纸被打码，功劳被抢，出事背锅。第一次经历人性的恶，这就是打工底层现状吗？这一问直戳网友肺子，引得不少共鸣。哪个不长眼？抢功劳抢到总裁千金头上，我要是这个倒霉上司，连夜交辞呈滚蛋。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好像楼上说小偷上司是这条吧。搞笑女当销售经理后，短短2分钟爆了10多个梗。我点开那条指路视频，正是我筹备许久、火爆全网的产品官宣发言。我当时就说，大公司高层怎么可能写出这么活的本子？原来又是占为己有。天哪，00后能活着就很不容易了，现在还要被90后小偷偷功劳。果然人不可貌相，能爬到大公司经理位置上，哪有几个手段不脏的？有几个反对评价很快被压下去。张雅不嫌事大，置顶自己评论，成长就是有什么问题要自己解决。虽然我只是他的助理，但也没想碰大佬蛋糕。大家不要过分关注，他当然不想碰蛋糕，他想我死。随着这段视频，之前卖出的产品全都被退款，危机公关正想办法解决，退掉的物品又重新一扫而空。只不过这次多了备注，支持雅雅公主，恳请公司开除这位小偷员工，否则我们继续退款。总经理把我请到办公室，了解部分事实的同事们全都用同情的眼光目送我。我敲开门，一堆文件朝着脑袋砸过来。上班很辛苦，
还要每天配合傻逼上司表演顶头接文件。你抢谁功劳不好？你抢张雅的，你知不知道她的身份？齐强的话让我诧异，她什么身份？母亲病重，父亲另娶后妈，而她整天除了当笨蛋美人，连打个文件都能被4指割破手指，什么都不会。别人误会也就算了，她不应该误会，因为她见过老总女儿的总经理。公司人员录用，无论是实习生还是正式员工，都会做背景调查。张雅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齐强一怔，随后像看白痴似的看着我。上头安排人会明着告诉你，平时你签业务用的那些烟渣手段我也就不说了，这次赶紧和张雅道歉，想办法让她删除视频。道歉？齐强白了我一眼，不然呢？等着他向你道歉吗？人在无语的情况下真的会笑。我现在只想看看这位被公司100万年薪聘请来的总经理，脑袋里的水有没有公司门口立着的鱼缸里面的多？齐总，在你眼里，我签的那些合同和客户的每笔交易都是非法获得的吗？齐强一挑眉，眼底掩盖不住嘲讽。你一个女人怎么做到销售经理这个位置，还用我帮你回忆？张雅这个人你得罪不起，想继续在公司混，多舔着她点，做错什么都想着给她兜底。怕我多疑，连忙又说，被金钱堆出来的千金单纯，多说点好听的，什么都有了。我想说，被钱堆出来的千金不会像她这么不长脑子，整天跟个暴发户，打扮花枝招展，就连上班穿的衣服背的包都跟模特走秀，一天换一样。出了办公室，我点开张雅拥有几十万粉丝的账号，来公司以前，她发的都是一些学校日常，不温不火，最多的是一条披发在高校门口热舞的视频，衣着朴素，清纯可人，但也只有上千赞。直到来公司后，第一条视频就小爆一波，高达10W 加点赞。我们开会的矿泉水被他换成蜜雪冰城，枯燥的工作里遇到小惊喜，引得一致好评。就连苟不言笑的老总也捏着杯子好奇地观察视频，不知道谁拍的恰到好处。少女一身轻奢牌子的工装裙，大方得体，歪头对总裁解释，而大佬耐心听着，眉眼淡淡带笑，颇有女儿向爸爸撒娇的氛围。甚至后来越演越烈，上升到张雅是集团千金，那种为了体验人间疾苦的大小姐。张雅对此并没解释，以一种默认的态度，嘘，懂的都懂，有些事情不能拿到明面上说，让同事也开始相信，毕竟谁也不能胆大到拿这种事说谎。但又有谁知道，当天会议结束，我就被老总叫过去。本来最终决定开除张雅，但受那条视频的影响，公司产品收益增长，外加舆论，老总最后决定看住他。实习期一到，就以不适合为由辞退。眼看实习期就剩最后1个月，前段时间我偶然见过张雅在医院卧床的母亲，一个与张雅7分像却被病魔摧残的可怜人。我同情了张雅，还打算劝老总留下她，我好好规劝。但现在什么留下来，我只想他收拾包袱，有多远滚多远。找到张雅时，他正在专属于助理的工位上准备涂手指甲，防止甲油迸溅到衣服。他不知道从哪找了一块塑料垫在衣服上，刷着视频下方评论，一边抹指甲油，再看其他同事穿着整齐工装，低头苦干工作。只有他一身白色包臀裙，像万片绿叶中一朵圣洁白莲，妥妥显眼包。看到张雅那么小心那身衣服，
我想到之前朋友逛商场跟我说的事情，本来我想和他当着员工的面视频的事，但现在我盯着那身昂贵的白裙，改变了主意，走到他旁边，我故作无意撞了下他的椅子。张雅红指甲油杵到白色袖口，他看都没看，直接大叫：“你走路是不是不长眼睛？知不知道这件衣服多钱？”周姐看清是我后，快速转变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周姐，你是不是存心要报复我？我这件衣服是名奢，确实是一个轻奢里的新款。按理说像张雅这种刚入职场的小白不可能入手，你又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我为什么要报复你？张雅刚才的喊叫已经吸引大片同事的目光，一听到他质问我，一下子联想到他发的视频，几乎办公室里的人全都停下手里工作，朝这边看好戏。张雅不会以为就他会装无辜吧？我抽出他身旁的纸，快速擦拭他袖口。真是不好意思，我没想到你上班时候涂指甲，我还以为你在那剪辑视频。毕竟公司的运作离不开你的搬弄是非。张雅见我直接挑破，笑容僵在脸上。周姐，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误会了？那个视频是我模仿别人拍的段子，并没说你。我也没想到会给公司带来这么大影响，笑死！你问问看戏的同事信不信你的鬼话？你是老总女儿，我呢就是个打工的，别说拿我们当素材，就算挂网上骂我，我必须配合。我有什么资格生气？倒是你的衣服，我真不是故意的。衣服被我越擦越花，张雅急得推开我，别擦了。你直接赔我钱就行。我借他的力气轻轻撞上桌角，周姐旁边的同事连忙扶住我。张雅错愕，我没用力，他装的。我捂着并不怎么疼的腰，对同事摆摆手，我不疼，打工人命贱，只是这衣服。张雅没想到我会整这么一出，有点慌了。我这衣服5万，你直接赔我钱就行。说着还掏出2维码，生怕我不给。许是打工人对资本家天生的仇恨。当张雅披上总裁千金的外皮，先是在网上搬弄是非，又张口要钱，这个行为惹了众怒。一名老员工忍不住低声说：“连道歉都不道，着急要钱，这就是资本家养出来的小姐吗？那么点的污渍，洗洗就掉了。不至于换新的吧？”我早就想说了，别人都穿工服，只有他穿这么贵的衣服来上班。大小姐就是不一样。周姐熬了10多天，我陪她看脱口秀都快看吐了，大家有目共睹。瞧瞧，现在都被网上骂成什么样，议论声快要盖不住。张雅脸色越来越难看，但这不够，我趁着她没防备，扒开她的衣领。我一会正好有时间，我看看什么牌子，我直接去商场给你买一件。不用，他拒绝躲开，但已经晚了。刷，柏林本就没太藏好的吊牌不慎暴露在空气中，结合他说穿一件扔一件，还强硬的让我赔钱，所有人又都有了另一层看法。张雅尴尬扯着吊牌塞回领子，衣服太多，忘摘了。我故意大声让更多人听到，是我的错。张小姐每天为了上班熬心熬力，连衣服吊牌都忘摘。我也是听朋友八卦，她撞见张雅跟柜台小姐吵退衣服，这才知道她之所以每天不重样穿衣服，都是因为把商标藏起来，第2天退掉。围观同事悄悄议论，我之前就看过关于吊牌不摘，穿完又退掉的新闻。张雅让咱们周姐赔，不会就是看着衣服弄脏退不掉了吧？总裁千金居然这么没素质。也对，都能在网上那么蹭周姐热度搬弄是非，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说来，我从来没看过他和总裁有过多交流。这千金不会是假的吧？张雅实在抵不住众口，藏起眼底憎恶，低头撒娇，拉我一把：“周姐，我跟你开玩笑，一件衣服不用赔了，也不用你洗，没多钱的东西扔了不心疼。”我笑盈盈，也没客气。总裁的千金就是豪横。等下，叫住准备走的张雅。张雅转身极力维持淡定：“周姐，怎么了？”我突然想起你发的那个视频，好像很火。你说咱俩要不要现在连麦 PK 一下，看谁能完整说出那段演讲稿？是不是会直接引爆全网？不用了吧，周姐，我一会儿就删掉。我只是开个玩笑，你费心写的稿子，大家都有目共睹，我也只是玩个梗，那真是遗憾。我一脸好说话点头。张雅拔腿要走，我再次开口叫住：“别走，再等下。”张雅脸色极差看着我：“我都要删视频了，你又要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是想告诉你一声，不穿工服，外加上班时候不认真工作，工资扣500。”张雅尖叫：“凭什么？之前我不穿也没扣。”“哦。”我收起笑容，“那就让财务算算，几天没穿就扣几天，毕竟你是公司派给我的助理，别的员工我管不着，你我还是能指点1、2的。还是说让我亲自跟总裁说一声，让他好好教育女儿？”“周姐，不用了，这点小事不用麻烦他老人家，我自己能处理好。总经理不是好奇我为什么一个女人能在这么多竞争对手中厮杀出来吗？靠的就是有仇必报。”张雅视频并没指名道姓，我没有权利管他，但惹到我，他就要承担后果。张雅的假面会被我一点点撕烂。听说财务算完，张雅里里外外1个月白干不说，还倒搭2000。至于那件衣服，朋友解气告诉我，张雅把洗完的衣服拿到店里去退返，被骂出来，还是你们总经理过去解围。怎么解围？不知道，好像为了安抚张雅情绪，又给她买了好几件衣服。这事就很诡异。据我所知，总经理这人唯利是图，要么就是喜欢张雅，要么这里绝对有猫腻，防患于未然。我找到人事，申请调换助理。人事平时和我相处还算不错，他在我耳边小声说：“听说这个张雅是老总女儿，好多人想要讨好她，你要不再忍忍，大小姐可能都有点脾气。万一她接管公司，你以后……”我很好奇，就连招她进来看过履历的人事都这么肯定。张雅是下什么迷糊药了？一打听才知道，他们亲眼见到张雅拎着饭盒午休的时候进了总裁办公室，据说在里面待了好久。要真跟总裁没关系，怎么可能进去？我按照人事告诉我的时间对了总裁行程，结果发现那天总裁根本没去公司。至于为什么会进去，张雅属于秘书部门，要真想进总裁办公室不是什么难事。我把这事直接告诉闺蜜，我爸说现在网络对张雅关注太大，而且我们发现张雅和总经理之间有些联系，可现在收集不到证据。要证据是吧？没有路走出路，没有证据那就制造证据。由于跟人事申请调换的助理出差，还需等2、3天，张雅眼前还是跟着我。好在经过那次，她收敛许多。直到昨天下班前，客户来研讨最后方案，为了避免张雅出损招，我拉着客户去会议室谈判讨论近深夜。出门却发现会议室门被反锁，而员工也都下班回家。因为涉及商业机密，我和客户把私人物品都放在外面保险柜，根本没带通讯设备。敲了半天门，外面非但没人应，
还啪嗒被谁拉了电闸。客户够绅士，半夜怕我冷，把外套脱下来让我披着，并全程安慰我。好不容易挨到早上，却看到张雅站在门口，举起的手机都快对到我脸上，大喊：“你穿赵先生的衣服，昨晚你们在办公室做了什么？”我终于知道周姐你的业绩为什么这么好，真是辛苦你舍身取义了。2句话，就算我俩再清白也不清白了。赵先生拿起衣服，明显生气。贵公司品行欠佳，合作方面还需考虑。张雅却一副大仇得报。当晚警号00后整顿职场，竟发现上司和客户夜会公司，警号冲爆网络。视频里，我的脸恰到好处露出一半。赵先生接过我递过去的衣服，仓皇而逃。哈哈哈！善恶终有报，小偷上司原来是个卖的不堪入目的话，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网络舆论的可怕。但能在大企业有立足之地，我又怎么会被轻易打倒？忽略同事八卦讨论的眼神，我照常上班。公司门口却围了一群伸张正义的人，打着为民除害，要求公司开除我。保安拦不住，那帮人不光丢垃圾，还把用过的卫生巾贴在门口柱子，最后还是报警解决。公司不能正常运作，齐强把我叫到办公室，先停职。现在舆论压力太大，为了企业形象，你先休息几天，手上的合同交给张雅，全当公司给你放假。我终于明白，原来齐强和张雅变着法想赶我走，就是为了手里上亿的合同。这个项目是我去年就跟进，一旦谈成，不光能扩充欧洲市场，也能打击对家公司。我掌握着这个项目的所有资料，这么看来，齐强也是在那时候开始处处对我发难。狐狸终于露出尾巴。张雅一个实习生会干什么？我装作不服气。齐总，你完全可以调监控，有人陷害我。张雅却哼着歌适时出现。周姐，监控并不能录到会议室里面，谁知道你为了签合同会用什么手段？我就是帮你2天，等查清没什么，咱们齐总自然会放过你。我没让步。某些人公报私仇，竟然用公司利益来陷害我，要求彻查，否则我会请警方介入。张雅一听，委屈得快哭了。周姐，实习生的命就不是命了，分明是你勾引失败，让客户生气。咱们公司是良心企业，下三滥手段获得的合同不要也罢，是吧？总经理。总经理表示赞同，直接冲我发难。找什么警察？找警察，你还嫌闹得不够难看？要是不想整个行业封杀你，直接跟人事提离职吧。我没日没夜顶着猝死风险谈合同陪客户，就是为了换来一句封杀。趁着总裁在外开拓市场，没时间顾这边，2人这么着急赶我走，公司高薪聘请你，是让你在这和稀泥的吗？我抄起齐强办公桌上的合同，照着他头砸过去。反正都要走了，那之前的账是不是该清算一下？齐强没想到平时我唯命是从，会有这么疯狂的一面，一瞬间不知道躲闪，直到被文件砸中才站起来，尖锐的脚划伤额头。齐强气得浑身发抖。周芳，你疯了！一个文件被他躲开，我不满意，啧了一声。躲什么？之前你砸我，我可是没躲，知道疼了，让我连夜赶合同的时候又否定，怎么没想过我会不会疼？我所有的努力被你张口抹杀，合同都是我和男客户睡出来的是吧？那你这总经理之位不会是和哪个女董事？总经理气得脸色铁青，打断我的话：周芳，你给我滚出去！滚！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
明天你不用来了，是我的错觉吗？有一瞬间，我怎么感觉他好像破防了？坐收渔翁之利的张雅，在我和齐强的争吵中进到我的办公室，坐在老板椅上，翘起二郎腿，宣誓一般挑衅，把手中的文件扔进碎纸机。一份价值100万的合同就这么被损坏。我瞥了一眼，他头顶上闪着猩红的监控器，漂亮，这上赶着找死的证据，说来不就来了。他翻了又翻，见我站着不动，赶紧把保险箱打开，收拾包袱滚蛋。这里的东西全是公司，一个都不能拿走。把张雅这样的蠢货列为我的对手，是一种耻辱。但整垮他前，我还有一个仇没报。为了避免被监控拍下，我已在门口轻轻勾了勾手指。密码这种东西，太多人知道不安全。张雅毫无戒心跟着我往前走，一直到洗手间门口，我直接薅着张雅的头发拖进洗手间，关门，让她对视镜子里的自己，想活想疯了，这么会给自己加戏，满脑子潜规则。我用不用让你梦想成真？掏出他的手机扫脸解锁，找到我的那条视频，托张雅的福气，我再次被骂上热搜。小姐姐真是什么八卦都跟我们分享，快让总裁爹爹开除这个小偷，真是晦气，求其他同事心理面积。在他尖叫咒骂声中，我点了下架删除，随后翻开他的相册，挑挑拣拣，把他和不同男生的合影挑拣几张做成小视频，直接用他本号发到网上。张雅被我打懵了，迷迷糊糊从原来破口大骂变成求饶。周姐，我错了，那个黑衣服的男生千万别发，他有老婆的，是吗？我故作惊讶，却并没有听他的话。对了，老总真正的女儿马上回国，要想继续在这公司，我劝你赶紧跟同事坦白身份。张雅顾不得磕破的嘴角急问：你怎么知道？我如实回答：我见过你妈妈，还好心给她送了水果。张雅见我提起他妈，情绪有些崩溃，哈哈哈，那是我妈，她只会帮我，你觉得谁能站在你那边？说的也对。我放开他后，等了几分钟，视频在网络发酵，我才把手机扔给他。张雅握紧手机，手忙脚乱点删除。我算是被公司彻底开除，防止我有回旋的余地。齐强甚至让人事发了通告，一时间全是网友扬眉吐气声。公司售卖的产品又翻了一番。闺蜜打电话，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明显哭过。周周，对不起，本来想以你的水平可以替我照顾爸爸的公司，没想到会让你名誉受损。我轻声安慰，怎么会，不幸中的万幸，咱们公司销量又上了一层。闺蜜张飞是我在外国认识的朋友，当时爸妈为了让我回国相亲结婚，直接断了我的学费。孤苦无依的我，为了可怜的梦想，在异国他乡强撑着。低血糖晕倒的时候，我遇到了张飞，他帮我交了学费，又给了我生活费，还帮我租了房子，搬离寝室，让我专心读书，小心翼翼守护我的自尊，告诉我做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而他的代价仅仅是让我回国帮他父亲打理公司，供了我的学业，又替我找好后路。我常常开玩笑说他是我的衣食父母。为了报答他，我用了5年，从懵懂的实习生一步步到达销售经理的位置。到手的东西我怎么会轻易舍弃？张雅那条跟众多男生亲密的视频很快被删除，但网络是有痕迹的，总会在关键时刻给致命一击。这几天全当给自己放假，我正计划去海南还是三亚，公司那边来了电话，
没想到第一个给我打电话求助的居然是人事，原因是张雅没日没夜要求所有员工配合跳舞。张雅拍的第一条员工在公司跳舞视频火了之后，不光涨了几十万粉丝，还获得各种广告邀约。发广告就需要段子，需要段子就需要这些苦逼打工人配合，这就导致他们没日没夜加班，还要挤出时间配合张雅。当初爆出她和不同男生亲密照后，曾被一度贴上渣女小三称呼，但很快一条洗白帖挂上热搜，只许有钱男人渣，不许富家千金泡男模，引得众多女网友共鸣。还有人评论：死丫头，让我演2集过瘾。更戏剧性反转是一条井号职场美少女勇斗歹徒，舍命保护老板。井号不知道张雅琪强他俩谁出的损招，为了洗白自己，张雅救了齐强。一场招商会，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个服务员，拿刀要攻击齐强，张雅迅速夺过刀子。然后那条张雅曾说过0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瞬间引起共鸣，火爆全网。一个连100斤都没有的女生能从凶猛壮汉手里夺刀子，搁着演科幻片呢。再后来，我们公司口碑一度下滑，原因是公司安保不力，连员工安全都难保障，产品质量更堪忧。再次见到张雅，她已经是坐拥100万粉丝的网红。亲们，今天咱们晚下班6个小时排练舞蹈，这次我找街舞大师来教你们地板动作。还有，我实在听不下去，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嘿，亲爱的，当初谁说公司禁止加班，不能吸人血馒头？这话都被狗吃了吗？张雅一看到我像看到鬼似的，大声尖叫：你怎么回来了？这话我还想问你呢，咱就说不知道换一家公司祸害吗？看着办公室周围曾经冷白调简约风，为了拍视频搞得粉红，还装了一面舞蹈镜。才离开没多久的公司整个大变样，这些都是齐强默许。这俩蠢货是真把公司当成自己家了。张雅做贼心虚，跑去找齐强。同事他们看到我就跟饿了很久的狼，两眼放光扑过来。周经理，你跟总裁反映反映，赶紧开除那个张雅。就是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段日子，他都快要牛到天上去了。他除了拍段子，平时根本不来上班，人事强制给他叫过来，结果说句生病还上班，是要他的命吗？不光打120走的，就连好不容易转正的人事小姑娘也被他搅和离职了。又有人拉住我的左胳膊，领导，我就是催他8点前把设计方案交过来，结果给我发个空文档，还说没做完，但是8点发了也算完成要求。还有人让他打份文件，他边嗑瓜子边说，塔罗牌说今天我不宜走动，你自己去吧。我纳闷，这你们都能忍，谁让总经理说张雅现在是督察组长？我越听越皱眉，咱公司什么时候有这个职位了？总经理特意为他设置的，什么集团千金，再这么折磨下去，就算万金，老娘我也不能干了。60岁保洁阿姨扶着腰起来，我啧舌，阿姨你，张雅连你都不放过。一名同事拍了拍我，咱们阿姨还是 C 位，时机差不多到了。我安抚员工就离开了。没2天，网络上传出一则视频，井号某网红为让员工配合，竟逼6旬老太下叉，劳累过度陷进 ICU 抢救。井号张雅开直播解释的时候，直播间粉丝加看热闹的已经高达10W 加，从来没有过的人数。张雅掩盖不住笑容，还要扮成楚楚可怜。
保洁阿姨为了出名，恳求我一定要带上她。想到她儿子要结婚，我就同意了。没想到我已经跟阿姨说承担她全部费用。直播间里粉丝刷屏，挣钱不要命，和我们雅雅什么事？雅雅心软太善良，刷着刷着突然改了口风，居然有反转，这些竟然都是剧本。我就说，像她娇滴滴养出的千金，怎么可能会从歹徒手上抢刀子？楼上不忍心打击你，千金也是假的，随之而来是一条条黑料。为了给那些张雅拥护粉洗脑，我很有耐心逐一发布。先是直播探望了张雅被送往疗养院的妈妈，来解开众网友期待已久的身份之谜。张雅妈妈哭着握住我的手，那孩子怎么不来看我，还说不认我这个妈妈，这些都是真的吗？我贴心安慰，阿姨别多想，是个女儿都离不开妈妈。又找到那名扮演歹徒的演员，我是他们花200块钱雇的，我也是被骗了。这个直播下方不知道哪个用户发了一条视频链接，被点上热评，某知名公司监控流出，视频里正是那天张雅吊牌暴露，被员工说作假。我理直气壮要求敢不敢直播对质，本以为是真千金，合着是24K 镀金，看没看到？当初所谓上司抢他功劳，分明是上司自己写的，还蹭热度说抢他功劳。有知情人出来澄清，那个倒霉上司根本没在公司和客户发生关系，是张雅故意遣散员工。我怎么会粉这么不要脸的人？看最新发的监控了吗？他居然不认他妈妈，都快一个模子刻出来，还死鸭子嘴硬。真掌握了流量密码，拿着网友当枪使。网络是把双刃剑，尤其是在网红横行、自媒体发展的今天，从哪爬起，自会从哪跌倒。既然他这么想出名，我要他梦想成真。张雅被昔日拥护他的粉丝堵在家门口，寸步难行。随之又有张雅偷入总裁办公室，后进到我的办公室毁坏100万合同，甚至连他威胁我要保险柜密码的视频也被发到网上。公司和警方适时发布通告，张某和齐某涉嫌商业间谍罪，现被警方追捕。我还是后来听同事八卦才知道，张雅被警察逮捕时，正被多名自称粉丝的人虐待。原因是张雅私下为了钱，不惜装成集团千金，哄骗多名粉丝融资入股，涉案金额过大，数罪并罚，恐怕下辈子只能吃牢饭了。齐强逃了，一个游走于商业之间的间谍，听到一丝风声，卷走关于上亿合同全部资料逃跑。警方说会尽全力追捕。总裁失望地摇头，好歹也是我资助过的学生，当初看他聪明，没想到利益面前难免会迷失自己。再次得知齐强消息是在我们公司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成功签署上亿合同那天，齐强被抓捕。他废了一条腿，虽然他要面子不说，但不难猜出是谁做了手脚。公司把我辞退之前，我就着手计划，我作假修改关于合同的全部信息，让对手以为拿到所有资料后急速投入资金。所谓账户实则是国内最大慈善机构，敌对公司费尽千辛万苦，出钱出力，最后获得除了一张感谢贡献慈善事业外的证书，只剩下公司资金链中断，周转不开，从而不得不转让部分股份的结果。我召开记者发布会，让所有人见证这次合同签署，掌声响彻会场。我举着话筒，感谢合作方，感谢公司，感谢了很多人。最后我指着远处张飞，这位是我们集团的千金，
也是我人生中的伯乐。张飞大方接过我的脉，举手投足，大气高贵。由于我们用人不实，总经理之位空下来，现在我宣布，周芳女士成为我们集团新任总经理。大家掌声鼓励。我诧异指了指我，张飞俏皮对我眨眼，这么多人，可不能拒绝我，我可是集团千金。在所有人的喝彩声中，我郑重答应，好，我会竭尽全力，不辜负信任。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